挺少影视剧可以把这种两个人关系写到这么的紧密，这么的跌宕起伏，挺真爱的两个人，他们也其实是青梅竹马。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烂漫，从小骄纵长大的哥哥。你是倔脾气，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怕，有我在，你放心。这3个字对于如意来讲，就是这个男人给她的所有的，就是你不要怕，不要怕，是一种极度的安全感。当他说这些话，就算我有一点怀疑，但是我爱你的时候，我还是相信他。他是坚持对感情的美好，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一生一次，心音一动，他的生命最核心的一个点。这个意思极好，一次心，一次心一动。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这个解释好啊，真喜欢。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因为他很聪明，其实他完全可以脱离这个是非中心。对如意本身来讲，我觉得他是很清楚，他不想要去那个地方的，因为他从小在家里，他很明白这些斗争啊，这些东西。但是因为爱，他还是把自己卷进去了。你心里有皇帝对吧？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死同穴吗？你只有成为他的皇后，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姑母，他无意去做皇后，但是他因为他的命运，他爱的这个男人，到最后成了一个皇帝。身在万人之上，俯视万千。可这万人之上，就是无人之巅了。真想让你在朕的身边，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可好？好，好，好。也就是说，朕在万人之上，孤单得很，我要你来做我的皇后。臣妾或许看不清后位，看不清前路，也不够看得清皇上。可皇上说他孤单，臣妾就只想到他身边去。我最喜欢就是把她封为皇后的那个阶段啊，我们感情很好。你终于是朕的皇后了，咱们终于可以一同入皇了。朕已经教导侍女准备了，咱们可以把我在花中相依到老。其实像如意和皇帝能给青樱这么一段情，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恰巧他幸运的是，他还爱那个皇帝，而且是两情相悦的，不是那种我爱他，他不爱我那种，而且是他幸运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到了那个位置上，他就会有一个责任感，就是他要护的是要护好这个国君。开始。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娘娘你醒醒啊！我都是在劝和，但是我又能够特别理解他，因为人的性格使然，有的时候是看着特别心疼，但是无力。其实皇上作为一个天子来说，他是当年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对于如意来说，他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因为毕竟是真爱嘛。但如意也是很大爱的那种，也是一直在默默忍受。个人对如意是非常非常同情，我觉得她受了很多很多委屈。给你的补药都吃了吗？怎么还是那么憔悴啊？永景是朕盼望已久的祥瑞之子，结果却因子违行，合不住你的命数，木存子亡。作为你孩子的母亲，你怎么会相信青天剑的话是我克死了我的孩子？就算我克死了我的孩子，可是我刚生完孩子啊，你怎么会这样想呢？这个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其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委屈。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蛮可怜的人，觉得很心疼。对他到底是什么感情？从小就喜欢他嘛，你从小你就进王府，到最后你面对的是一个君王，他的改变，他还是爱他，直到相见的出现。
把面纱摘掉。一开始来说，他们像一对情敌，因为毕竟是相见，让如懿觉得皇帝的爱情不在自己身上了，是因为觉得这个男人的心在动。当这个皇上那个心开始动的时候，他是害怕的，他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也许本宫也失去了曾经恋恋的少年了。其实我觉得帝王父亲蛮难的，一个是要母仪天下，一个要指点江山。然后到最后到两个人的嫉妒心，他对凌云彻做出的那一系列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作为一个国君，他必须是不怀疑的。虽然这个多疑到最后是毁了我们，我从小陪着你的，我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如懿一次一次心寒。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爱情的一个过程，会慢慢的消失掉。在这个几十年的相处过程当中，因为各自的成长和各自的变化，所以到最后造成他们两个的破裂吧。不可以顶撞战忤逆朕，如此咄咄逼人，不仅比不上孝贤皇后的贤德，连令贵妃的婉顺都比不上。累积起来一件一件的，就到最后断发的时候，如懿跟皇帝说：“我当这个皇后已经很累很厌倦了，我最好不要当了。就是我从来也不是要想当皇后。”如懿，其实这个戏真的是道尽了这两个人的一生一辈子。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在坚持，不管对谁。他在宫里那么久，但他并没有变，不忘初心吧，那么一个人。她是一个宫中少有的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如懿不会妥协，不会因为任何人妥协。我觉得她不适合在古代生活。她是宫中敢于说我就是要做自我，我把我的直抒胸臆想表达出来的一个女人。臣妾陪伴您多年，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皇上，您就当臣妾不懂您，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她深爱着皇上，但是她坚持着自己。她是一个现代女性思维，独立自主、坚强、倔强，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没有任何妾室呢？朕看你是傻啊！怎么老想着郎世宁的闲话？太后和如懿可能的共通点是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初心，不同的点，我觉得是如懿比我更执着，好纯净的一颗心。就是说，跟皇上其实也是一生一次心一动，他真就是这一次。在宫里有那么多人害他或者什么，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和面对。来不及，这都是哪里来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明白深宫的法则，但是他不屑于去用。如懿是非常有底线，不会去争什么要什么。你是出身后族，又有皇上的情分在，如果真有继后，也应该是姐姐你啊。我从来要的都是情分，而不是位分。他是很明事理的，他懂得一个人的德性是什么，不冤枉谁，不去制造那些没有的东西出来去害人。他的性格是还是很正直的。主，皇上特意派人送来的礼物在外头，您去瞧瞧。绿梅非常难得，骨骼清奇，其实很像如懿的那种性格。她不会去为深宫的这个环境去改变自己的本性。两心之间梅香一缕，绿梅难得，皇上的心意更难得。他喜欢梅花是因为寒风里是吧，彻骨是吧，才能闻到花香。这个，因为他喜欢的是南方的梅花，他到了北方他活不了。我记得后面还有一场戏是跟皇帝之间的一场戏，就是讲到如懿，其实他就来错了。也许他本就不该是这宫里的人吧。如懿就是说，其实我是不适合在宫里。他的性格是贯穿的，叛逆也好，他什么也好，他是贯穿始终的。他应该是自由的，他喜欢的那种自在安然，
他对感情的那种坚持执着是不会变的。你还年轻，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太难了。若能如意，便很不错。苏丽云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没有攻击性、很没有伤害性的这样一个女子，所以她和如意的关系就属于那种比较熟的朋友。到中期的时候，郎华走了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比较熟的朋友因为一些利益发生了分歧。哎呀，我也抚养永煌这么多年，知冷知热的疼着，闹了半天，还是不如你。祭酒礼已过，大家休息片刻吧。本宫让御膳房熬了些八宝甜汤，大家都可以用一些。在后期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坚定地站在了如意的背后去支持她。对如意是喜欢，然后崇拜、敬仰，反正就是当成姐姐一样。这里也有台词说，皇后娘娘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她是真的很喜欢、很依赖她。但如意对梅若，我觉得可能就是关爱，因为她毕竟是小嘛。然后还有就是梅若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坏心思。我记得娘娘曾与我说过，皇上是您的少年郎。和如意可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意她也说她曾经有过一个少年郎，他们曾经非常的美好。相见其实他也没什么要求，他就是跟如意一样爱一个男人。自己心爱的人没有了的时候，就是要自杀，但是皇后娘娘就是劝他活下来吧，跟他讲了很多的道理，在那一刻可能给了他一种力量。那在深宫里面可能没有其他人跟他说一些肺腑之言，只有皇后娘娘跟他说，他是非常的感激他的。他之前在皇宫里面都是从来不对任何人行礼，但是他面对皇后娘娘，他还是会非常尊敬的说给皇后娘娘请安。而且相见也是一个比较重情义的人，他说以后的话我一定会不惜一切，我都会偿还。所以他跟如意是有一种那样子的情感的吧。哎，欣姐，我的女神，第一次跟她我们两个就单独的对手戏的时候，我这样扶着她，她这样手搭在我上面，我是这样状态的。欣姐说你不要抖了好吗？你一抖我也紧张。不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索性都愿意去为如意做。其实索性就是一个如意身边的连接各方面这样一个桥梁，跟江雨冰的这个关系和李煜的这个关系，导致他们最后都非常忠诚于如意。如意娘娘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因为我还有点喜欢索性，我也会对她的主子好，因为她的主子好了，她才能好。后面有一场就是如意帮我上药，在宫里一个娘娘会给一个奴才蹲下来上药，我觉得那场戏是他彻底的走到如意那一边去了。一是因为情感，二是因为他看中如意的人品，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会不由自主就会帮他，而且这对他来说也是行正道。索性的归宿还是蛮好的，除了一个医生啊，又实用。索性还问他呢，那我照顾不了你啊。如意说没关系，等看到有好的人再说吧。那故事的发展就是出现了一个好人。多谢皇贵妃娘娘主持公道。你是个直性子，胆子也大，不怕吃亏吗？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本宫喜欢，来翊坤宫当差吧。爱打不平，无依无靠。最万幸的是说让如意给捡到了，才找到了家的感觉。所以我愿意拼尽全力为了如意，怎样都可以。还要再打。大马。容佩是一个太耿直的人了，而且有好多方面，因为他毕竟年长一些，他会从好多方面去考虑，他都处理得很妥帖那种。我是最知道他的温度的，因为我永远是在握着他的手，不是这只手就是这只手，不一样的方位感受这个人也挺奇妙的感觉。我是等于把如懿当成我的又是恩人又是亲人。简单的来说，他是再一次把生命给我的人。我救了他的命，然后在这个宫里边，我是能跟他
心意比较相通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恩人，他会愿意付出一切，然后让他快乐的。我只能说，他超越友情，不单纯，涵盖了很多。有些时候我们演着演着就是说，你是不是爱我呀？就那种。哪怕到最后他们有了矛盾，其实什么都不用说，又能够懂得对方，谅解对方。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好，我都能理解。海兰觉得如意是温暖的，是仗义的。红楼炭事件的时候，如意来救他是那样的奋不顾身。海常在也是皇上的嫔妃，你不能当着奴才们的面羞辱她。你脱了她的衣服搜身，你不是要了她的命吗？就是他是有一种，就是我只要他开心，我只要护着他就好了。紧接着下一个百花丹的事件的时候，海兰是奋不顾身的去为如意洗清冤屈。有一个台词是：妃姐姐当日如何拼死维护我的清白，臣妾也只是拼死维护姐姐的清白而已。接连在一起的事件，很快的就把两个人扣得非常紧密，慢慢的把心里的东西又加深了。海贵人，这今后啊要送什么东西，您别亲自来了，这太危险了。您把东西交给我，我递给他就行。我得知道你叫什么。我叫凌云彻。我觉得如意的价值观、个性上面跟凌云彻之间还是有共同点。就拿现代话来说，是三观相同。他跟如意之间的界定啊，就像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回头，我凌云彻永远会默默地为你打这把伞。微臣只是希望皇贵妃将来的路可以平安顺遂，而微臣会跟随在您身后，替您照亮身后曾经走过的路，不至于您回头的时候连退路也难以看清。就那种情感是在一个宫里边，你对对方，你是可以安心的信任的一个人，对，所以他对如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大什么呀？他们情感的建立和彼此作为对方信仰的建立，其实是在一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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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堆积。快我看看，这蛇有毒，我得把毒解析出来。索性打盆水去。无论是事件上的堆积，还是岁月上的累积，就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成了一种情感，经历太多的生死，这才是他一生的宿命，也是他的任务，也是他一生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在这红墙里边，在我寒冷彻骨的时候，给我温暖的是你和凌云彻。周迅在表演上品格也好，风格也好，气质也好，根据如意的这种现在的表演有一个提升。从一个小女孩委屈，脑子里都是幻想的，有点叛逆的一个心，慢慢变成一个皇后，她这一切非常清楚。她也很辛苦，这一路来就是没有做其他事情，就很专注在这个戏里面。她是真的付出了很多。拍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每天都台词啊什么的。他非常认真的在看剧本，在揣摩角色。有些时候他会说：“那如意这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如意这个时候一定不会这样啊！”真是佩服他，我真是太用心了。那种台词量，他头天晚上得做了多大的功课呀？基本上很少看他拿剧本。你要知道，他是属于那种认真到一个词一个词都会去细细琢磨的人。就是他每天做足了功课，他每一场戏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最细的一组镜头就是有一场戏刚跟皇上吵完架，周迅老师要看，印象特别深，是有特别细腻的点出现。他有一个过门槛的时候停了一下，他看看他那场戏是怎么表现的。然后有没有到位？他觉得不 OK 的话，他可能会要求再重新来拍这场戏之类的。周迅的表演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能够有很强的代入感。演戏下来的感觉都彼此觉得很舒服。那很多东西都是
剧本上没有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角色里面，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到最后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不用去交流了。他的戏呢是绵里藏针，看似很散淡的这样戏当中，他内力很大。他是一个非常有灵魂深度的演员，我不敢使劲对着他眼睛看，我觉得他眼睛非常有杀伤力，强大的力量会包裹你。胆大妄为，祸乱国政，桩桩件件，哪件冤了你？不敢不敢，娘娘饶命！你说不敢了，你这一定会被顶罪吗？我觉得迅姐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学得到的，是她就骨子里的东西。她杀伤力不是攻击性，她的眼睛很深邃，你知道吗？很大，然后你会看进去，会想她在想什么，就会被她带走，所有东西都在眉宇之间。迅姐的眼神有一种探究人的一个感觉，用眉宇演戏，用气场演戏，用你眼神去演戏。他的演技是出神入化的，演这么好，真的是这个人的生活经历、阅历到那儿了。就一路看他这样，越演越好，又那么敬业，而且又那么上心。她真的是一个很有精灵气的女人。看她处理一些感情戏，我觉得哇，这分寸感简直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是好演员都是用心在演。比如有一场戏是她被他的丫鬟阿若陷害。奴婢伺候您多年，可是主自从被太后禁足，心怀怨恨，日渐乖戾。其实如懿只是给了他一个眼神，那个眼神的内心潜台词就是：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会害我。就那一个眼神，我看了好心疼。所以我觉得迅姐真的是好厉害。那少说一句啊。是因为我要扇她的耳光，然后我就走到迅姐的面前，用我的手测量了一下她的脸，好小的脸，我就非常的紧张，怎么办啊？我感觉自己做不到。迅姐就用了另外一招，你打不打？我没有用，你不要恐吓我，我要打你，我自己会难受死了。你这个毒妇！我不是说科班出身的，我并不知道我这个下手到底重不重，我也不知道它到底疼不疼。打动了！必须得真打，而我的方式，我需要他们真打我，要不然我没办法出来那个东西。迅姐，我觉得拍戏的时候她非常的敬业。有一天就是我和美若去送她一场戏，她就坐在马车里，因为那个马车非常晃，机器要架在里面。副导演就说：“迅姐，你不用去帮他们搭戏了，让我们自己演。”然后迅姐说：“哎，不行不行，我还是得上去，要看着她的视线，她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帮你们演。”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不会去过分的去张扬，他作为这个戏剧的中心点，他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把周围的这些跟他在一起搭戏的人，整个气氛都演得非常好。他的状态永远是在一个创作，所以我们都说迅姐是传递给大家能量的那种人。然后迅姐就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她都会有这种东西传递给我们，呈现出来那种工作状态是比较，就给大家的感觉好像相对来说轻，但是里面是非常紧的。包括对每一场戏的要求、准确度，表演它非常的准确。我想我们都有这个心是做好作品，在做好作品的同时，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的氛围。他有很真的一面，他是很真性情的一个人。他生活中是一个就挺幽默的人。我觉得他生活下特别可爱，他会跟你开玩笑，感觉整个人就很开心。他在私底下更像一个小孩子。你发现他就是个少女。小女生，她会在那里唱唱跳跳，自己在上面就感觉跟表演一样。哎呀，我应该站到这儿来。那认识他之后，我觉得我就更爱他了。我觉得他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在现场他说，想吃一个什么东西了，我觉得他眼睛里都泛着光。说着说着口水就流下来了，然后他自己就会在那笑自己，特别可爱。我们有时候拍的时候会在监视器里面讨论剧本嘛，然后他就这样把鞋脱掉，然后就盘腿在打坐，然后就在那边，然后边吃东西在那边聊，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像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他
非常有灵气，然后生活中又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他没有走到他的座位上，他直接走过来，然后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亲切。只能找一个我心里最顺的，但是我真的是随红心的，我真的是平时这样。这个不是我真的。迅姐是我很喜欢、很尊敬的演员，看她的戏我都好喜欢，非常打动人，非常喜欢她，有质感、有沉淀，很娇小，但是爆发力非常强的人。特别喜欢跟她演戏的感觉。我觉得太幸运了，我真的有成长的过程。他的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他会看透很多东西。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但是又很简单的人。周迅在表演上一如既往的好，每场戏都很稳。我们一直在说所谓的一种工匠精神、敬业精神，那我觉得在周迅身上就是，一切都很顺利，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你挺棒的，是的呀，我觉得他。皇后娘娘，谁敢阻拦皇后娘娘？皇上呢？皇上正忙着呢。好，好。都守在外面，不许进来。臣妾给皇上请安。哟，这是哪位娘娘啊？看着气质不凡，是来与我们姐妹同乐吗？放肆！皇后娘娘面前，怎可言语如此轻薄？皇后怎么也有雅兴到这儿来了？臣妾听闻镜中引得皇上在此留恋享乐，夜深了，臣妾是来请皇上回寝殿安置。皇后别误会，这呢只是唤他们唱一些民间礼曲，了解一下地方的风俗，无为什么流连享乐。皇后别多心啊。是吗？容佩，把姑娘们都带下去吧。是。还有，镜中当差有失，就交给你和三宝处置。是。皇上。皇后叫你下去便下去。姑娘们走吧。你放开我！放开我！我会走。这是姑姑。赶紧把他们送到岸上去。是。快点，跟上。好了，人也走了，皇后可以回去了。皇上还不回行宫吗？朕缓些自会回去。皇上在生臣妾的气。朕在想啊，朕让李煜给皇后送的糕点，也是无用啊。朕知道你要说什么。朕这大半生都在宫中度过，无一日不是严守规矩，恪守法度。如今见到一宫外女子，活色生香，秩序横生，朕才一时起了兴致。可皇后却偏偏要来闹，闹得彼此尴尬，连朕的脸面都不留了。臣妾来闹，臣妾就是为了皇上的颜面和圣誉才过来的。刚才出去的女子，衣上绣着团龙纹，手背上贴着水仙花帛，都是皇上许的吧？那又如何？这女子在城中到处炫耀，惹得人人风行效仿，
大家都在议论，皇上为胡和青楼女子取乐，传得不堪入耳。他不顾惜皇上的声誉，难道皇上自己也不顾惜吗？纵使如此，朕是天子，专心国事数十载，朕一刻的松快都不能有了吗？皇上不懈于志，才谋定如今的盛世江山。数次南巡，也是为了留下和圣祖皇帝一样的圣名，垂范天下。为了一时的松快，毁了数十年的声誉，值得吗？臣妾身为中宫，恳请皇上，勿要任性，爱护龙体，顾惜声誉。你以中宫之名恳求朕，朕就以天子之名告诉你，不可以顶撞朕、忤逆朕。如此咄咄逼人，不仅比不上孝宣皇后的贤德，连丽贵妃的柔顺都比不上。皇上不止一次拿孝贤皇后和臣妾相比，臣妾无以再辩。至于令贵妃，令贵妃奸贤妄为，和敬忠一起引诱皇上贪恋风尘，丝毫不顾皇上的圣誉。皇上觉得她这是柔顺，是，还拿她和臣妾相比。令贵妃明白朕的心思，她会讨朕高兴。你呢，就会扫朕的兴。朕就是要嘉奖她，厚赏她，怎么了？你对着朕做什么？臣妾的眼前人已非彼时人，两两相望，唯余是往。姑娘们请吧。水玲珑姑娘，奴才送各位姑娘回会馆中去。不必了。这几日他们伺候皇上有福，就送到附近的尼安，从此便青灯古佛为皇上祈福。我不想去，我也不想去。闭嘴！你们进不了宫，也不能再伺候别人，便只能出家，否则必死无疑。送你们来的人就已经想好了这个后招。我们虽然卖艺，却不是承恩卖笑的青楼烟花。姑姑何必咄咄逼人？姑娘的话自己可信，且你们损及圣体，累及圣誉，留你们一命，已经是皇后娘娘慈为宽宏。你干什么？天加龙纹！你放手！姑娘就不要用在自己身上了。放手！脱下来！我想你也是聪明人吧？还有，进了尼安，这手背上的水仙花帛也不相宜。姑娘就自己取去吧，把他们都带走。锦州，你去哪儿？我还能去哪儿？得有人送他们去尼安呢。站住！奉皇后娘娘口谕，禁中迷惑君上，欲行不轨，即刻处死！你们敢！拿下！皇上，皇上，皇上救奴才！令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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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主救奴才！皇后要处死奴才！谁敢动禁中？皇后娘娘懿旨，还要不得禁中性命。禁中的生死还由不得皇后做主。聒噪什么？令贵妃既然要留人，就暂缓处置吧。这留着这个奴才的性命，到时候还能问个清楚。这是。找个地方先把他关起来。啊，令主。公主，正事要紧。梦禅在，带禁中下去。是。
这几年，你一直过得不高兴，一直违逆朕。如今看着朕的眼神，也都是寒气。朕很想知道，你对朕如此冷淡，是从心里面有了凌云彻开始，还是他死了之后啊？皇上，臣妾这一辈子只一心一意对过一个男子，那就是你。只可惜皇上已经不是当年的4阿哥弘历了。臣妾和弘历有过最美的从前，臣妾也曾经觉得，凭着少年相知相伴多年，总可以度过深宫中的种种艰险。可如今算是看明白了。再深的情谊，也被皇上的疑心和彼此的消磨耗尽了。那你又是从前的青樱吗？朕的青樱不会像你这个样子。朕的青樱与朕相知相惜，理解朕，体谅朕。你看你现在，一点青的影子都没有。朕甚至觉得与你形同陌路。是，青樱早就不在了。如今做着皇上的皇后，实在是太累太倦了。皇后凭什么说累了倦了？啊？你是朕亲封的皇后，朕让你母仪天下，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许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罢了，你却那么固执己见。你说朕，说你不如孝贤皇后，是，你是不如她。要是孝贤皇后在的话，绝不会像你如此。这个皇后是臣妾愿意当的吗？皇上既然又提起孝贤皇后，臣妾倒想说一说。孝贤皇后在世的时候，身为中宫，也算无可挑剔，对皇上百依百顺，从不忤逆。皇上不也对她不满，以至于她不能安心。然而孝贤皇后死后，皇上却对她百般追思，情深几许。可这里边又有几分情真？还是皇上想让旁人觉得，皇上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你不止孝贤皇后，在这个宫里边，有哪一个女人可以在皇上身边真正安心的？就算是荣嫔，皇上曾经如此疯魔，对她又是真的爱惜吗？皇上就像您自己最爱的水仙花，临水自照，您只爱惜你自己。放肆！朕一直孤独地站在高处，朕治理国事日理万机，过的是宵衣干食。整个后宫里，朕不爱惜自己，又有谁会爱惜朕呢？人人只会算计，还要图谋朕，又有谁对朕是真心的呢？这宫里无休无止的猜忌争斗、算计背叛，确实让人厌烦。可是皇上难道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吗？皇上在这其中又全无算计吗？淑妃是真心爱慕皇上的，可皇上从一开始就假借坐胎药，避免淑妃有孕，以至于10阿哥体弱，不治早夭。淑妃也跟着绝望自焚。纯惠皇贵妃，纯惠皇贵妃是真心守着皇上的孩子，可皇上却只因为一枚珠花，从未停止对纯惠皇贵妃的疑心。之后也是因为皇上对荣嫔的疯魔，断了永璋和纯惠皇贵妃2条性命。还有臣妾，臣妾一路陪着皇上走到现在，从来不曾对皇上有过谋求算计。皇上却一直怀疑臣妾和凌云彻，认为臣妾和凌云彻有私情，对凌云彻百般折磨，对臣妾也是万般羞辱。你还有一丝一毫对臣妾的信任吗？可这一切都是因为皇上你自己的疑心。清白2个字，臣妾都说倦了。你还敢提他？哼！永基是你的儿子，他亲眼看到凌云彻与你那般了，你还要朕怎么样？
朕们要他的性命，留住你的后位，已经算是给你脸面了。皇上是给臣妾脸面吗？皇上是给自己脸面吧？你总有这么多的说辞，其实刚愎自用、薄情寡性、自私虚伪是你，疑心深重的更是你。放肆！你藐视君上，失去了一个做臣父的本分。与其看你如此疯魔，不如朕废了你！不用皇上废了臣妾，臣妾做这个皇后已经做得厌烦疲倦，不想再忍了。做什么？如意。皇上与臣妾曾经结发为夫妻，如今臣妾断发为妻，给去了的青樱和红莲。如意，你疯了！公主，贵妃娘娘，怎么回事？怕是要出大事了。皇阿玛，皇额娘怎么了？皇后心机疯魔，居然当着朕的面做出断发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断发！皇上，我满人唯有大丧时才可断发，皇上您还健在，皇后娘娘怎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金宝，奴才在。传朕旨意，皇后不堪中宫重责，明天一早，命佛龙庵送回宫中医治。每朕的旨意，不许出一关宫半步。令贵妃今为皇贵妃，设6宫事。这，谢皇上恩典。你们都下去吧，朕想静静。儿臣告退，臣妾告退。
奴才芙蓉庵见过尹妃娘娘、荣嫔娘娘。荣本宫和荣嫔跟皇后娘娘说2句话。这……你是何家公主的额驸，纯惠皇贵妃的女婿，你可别忘了，是谁冒着雨去救了纯惠皇贵妃？皇后娘娘，怎么会这样？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你们要顾好自己，不要受本宫牵连。皇后娘娘回宫，我已经派人告诉宫里的五阿哥和于妃娘娘，也好多个照应。多谢。两位娘娘，时候不早了，该启程了。皇后早上还在礁石鸣琴用膳，晚上就风靡了。你打量着满宫里都是傻子呢。皇后一直没有失德之处，你突然送她回宫，旁人会如何揣测？朕已经给她体面了，说她回宫治病了。儿子奉皇娘巡幸江浙，承欢洽庆。却不想，皇后举止风靡，当着朕的面亲手断发，朕只好将她送回宫中。若皇后的行为再有乖违，朕就废除她皇后之位。皇后这么做，必定事出有因。你夜夜游湖之事，哀家不提，你就真当哀家不知道了吗？人已经送走了，听说都出家当了姑子，非得把一个个妙龄女子逼到这般地步，实在太过。皇后心慈，才留了他们性命，叫哀家说杀了他们，挂在城墙上示众也不为过，才好堵了百姓们的嘴。额娘，皇额娘，你倒是天天叫，这么个叫法，哀家只是许久没有听到了。在儿子的心里，您永远是儿子的额娘。有皇帝这句话，哀家就敢说话了。皇帝，你是真的想废后？废后乃是失德之举，于国祚更是不祥。想世祖皇帝一生，最为人诟病的，并非独宠董鄂妃，而是废了第一位博尔济吉特皇后。大清开国100年，废后就唯那一次。皇帝千万不能步世祖皇帝的后尘呐！失德的是皇后，不是朕。皇后背德不逊，与朕不同心，而且还犯了国之大忌，亲手断发，这实在是忍无可忍。满人断发，一为国丧，二为夫丧。皇后出身大家，这件事情的确是做得太没有分寸了。但她为何如此？你想过吗？皇帝啊，
你是逼皇后太甚了。皇后如此狂悖，叫朕如何能忍？夫妻本为一体，若是废后，则天下臣民不安。如今又才出了游湖的艳闻，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废后，让天下人如何揣测？这游湖之事，朕是受了晋中的怂恿，是儿子轻率，儿子认错，朕已经叫皇贵妃去处置晋中了。既然处置了晋中，那就是皇后无罪。民间休妻，尚要有妻出之条。皇帝如何昭告天下废后的因由？废后乃是失德之举，天下臣民言之凿凿，为君上者如何能不忌讳？皇娘从前就不喜欢如意，朕要封如意为后，皇娘就不赞成。可如今朕要废后，皇娘怎就不允许了呢？哀家以前的确是不喜欢如意，但那是因为她姑母景仁宫的缘故。当年哀家不赞同立如意为后，为的是皇帝。如今哀家不赞同废后，为的也是皇帝。皇帝当年那么坚持要立如意为后，如今又怎不喜了呢？皇帝就不怕旁人议论，说你对皇后是色衰爱弛的缘故？变的是如意，不是朕。即便如此，相伴10载的情分，皇帝也不顾念了。朕不是不顾念，是皇后言行不当，一言一行都不像个国母。皇帝啊，你和皇后彼此分分寸寸都互不相让，就是因为太在意了，因为在意而废后。皇帝，你觉得值不值当？且废了乌拉那拉氏，又有谁才能继位为皇后？难不成皇贵妃？皇帝啊，若说要像皇后，像妻子，莫过于孝贤皇后；若是像奴才，你宫里多的是那样的女子。哀家就怕你真正废弃了如意之后，会后悔，会发现你对她的在意，那时可就晚了，追悔莫及了。太挑战了，不是我这个性格干的事儿。我就感觉完全被框住了。怎么演？我就崩溃了。加上自己的情绪以后，懵掉了。真的是一天下来浑身都疼，背负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那头每天得梳2小时，差一个字儿就得重来。现代人和古代人还是有区别吗？特别的严谨，特别的漫长，过程很痛苦啊，必须去完成，由不得你。都跟现代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做了一次很大的突破。
戏就是雨下的特别大，倒是真的啊。因为他是情绪比较浓烈的嘛，所以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可能会演得比较过瘾。胡可的话，他的演戏经历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演戏的时候是很舒服、很自然的。它是个斜坡上去嘛啊，汉白玉的那个，不停的磕，不停的磕，稍微往前了一点，不小心真的磕到了那个龙尾巴，就肿了一大块。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如果真的像苏丽云那样磕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都血肉模糊了。预备，开始。那天是拍重场戏，到后期了，被折磨得像70多岁的老太太一样，四肢无力、精神崩溃的一个状态。我要打那个王禅，我从床上滚下来去打他。但是一个翻身下来，我就听那种嘎嘣一声，直接胳膊戳在那个脚踏上，左手捂着肚子，右手已经没有知觉了，疼到我就整个人是懵了、木了，不敢停，因为导演没有喊咔，使不上劲儿就搭在上面，来回滚，来回滚。当时不是说演戏，我真疼得哭死去。导演说咔的时候，我说快来救救，谁来救救我？整个就动不了了，然后眼泪不停流，整个这个一块肿的巨大，你只能这样端着，不能使劲儿。到现在哈，我每天就是伸懒腰的时候，这块伸不直。那时候就有一场戏，好多人，现场那个用房间小，然后架灯架什么，我有个过话，没有注意到，我就直接把那个茶碗跪碎了。可能因为当时又很紧张又很慌，一点没觉得疼。我的腿有点不太好使，一撩裙子，然后迅姐还说：“你这怎么了？”我说：“啊，可能那个道具做的血。”迅姐怎么可能？这场戏没有人受伤。哎，别跟我妈说。这个得烧。这现在这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疤。能，可以，没问题。车婉英是一个非常简单、脸皮非常薄、很害羞的一个女孩。她是用画画来寄托对皇上的一种爱恋。她甚至有的时候，其实看着皇上的画像，其实内心是，皇上在对我笑。拍摄之前，我请了一个美术学院的工笔画老师，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下。我觉得我要是连这个线条都画不好，太欺骗观众了。有的时候我可能是坐在这个桌子上画，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站着画，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可能有时候看看窗外啊，去书房那边就在书房里来回溜达，在一些小细节的把握上，希望能够有变化，情感上有递进。我要让观众感同身受我对皇上的这种很单一的这种爱恋，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了。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就是出场的戏，大场面，而且 AV 合组，就人非常的多，要给皇上献舞，压力特别大。提前学的舞蹈嘛，前一天就一直在练，就是希望可以不要忘记动作，尤其是一紧张的时候会出错嘛。不是说光要跳得好，你还是得在跳的过程当中，你要有一些你的心理状态。比如说你每一个亮相的时候，你看着皇上的眼神一直转，然后导演就用一个镜头帮助你加速转。我觉得那个镜头拍得非常的棒，现场的氛围啊，包括导演对你的指导，一下子就让韩湘剑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不一样。不下吧，我就定位，来就看，训他吧，正打猎什么。那次拍那一场戏是我第一天上班，然后马失控了。开始。跳！上人！马冲到了树林里边，然后那个树枝在我的耳朵这边划了一道口子，就在脸耳朵这边。去医院是缝了7针。
其实骑马是很危险的，也希望尽量就是保证一个自己好的状态去骑马。但是我又很担心受伤，因为受了伤之后，我们后面这么多戏，我是没有办法应付的，因为马是很不可控的，即便你再会骑马，都不见得能够完全驾驭马。牵住，小心，小心！因为马是需要时间去相处，它不是说你一来就可以骑它。再会骑马的人都会有这种闪失。准备，来了，开始。以前拍很多动作戏，所以我自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经验，我都会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又能表现自己的戏。A 击 ，C 击，预备，开始。黄月神虎，一平，你来试试。好，穿射。不愧是蒙古的女子嘛，其实我是射到了地上。知道的。古装戏之前也拍过，骑马射箭算是第一次吧。好。啊，蛋疼。开始，最后一场戏就是射箭，给我开心的呀！在戏里应该是10箭，有7箭应该是中红心的，但我都没有。2箭3刺。这不皇阿玛嘱咐咱们3兄弟金秋随木兰秋喜，但我有一箭真的射上了，然后在人家那后面还拍着呢，我就哇，哦，中红心了，好开心，我就没忍住，你知道吗？杀青了！让他不喝。它是有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的眼睛是黑的，鹰的眼睛是黄圈带黑眼珠。动物有时候只有靠特技，因为动物确实太难。熊好，最后真的追着人去了，也挺吓人的。追着程导就跑啊！我程导在这儿真玩命的。慈宁宫我有猫，名字叫灰灰，因为它是灰色的，然后它的一双眼睛就是特别厉害。记得霍建华当时还有说呢，哎呀，你看那只猫，它太会演戏了，很懂演戏的这只猫特别逗。然后还有鹦鹉，给猫那个梳毛啊，喂鹦鹉啊，这是后宫生活的一部分吧。慢点，慢点，看手。就全世界所有的动物中，我最怕的就是蛇，平时想都不敢想。有蛇！仙妃娘娘，仙妃娘娘，快救我！有熊孩子吗？哎，有。到了现场我一看啊，简直是疯掉了要，就是真的，我就是压抑不住的尖叫，就是。喂！再往前点，黄心往前。不要喊！但是导演就说不要停，不要停，要的就是这种感觉。那场戏是真的让我挺崩溃的。大年30那天，导演就把这蛇整拿出来，我一看是特别粗，导演能有这么粗。一直说我有玩蛇的戏，但是我本身我是怕蛇的。就抓它就是，你抓它头就没事儿。对，主要是夹这儿，7寸。掐7寸的时候，它就不会有攻击性，不会崴。要不吐舌头呢？导演让我挂在脖子上，然后让他吐舌头，但是导演说让我往后拿。再倒我上来，你看，知道吧？那个蛇突然就摆头回来，可能就是要攻击我，我就把蛇扔到地上，还好没给它摔倒。看见胆大的还在这摸一摸，立刻说，不能碰，咬了你！这就是咬你，用生命在演戏。交李志啊！李纯拍他下水的戏，朋友，就这样。你说我下去，我说救命啊！我还要救人。那个水，说实话，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泳池里边拍，我们只能在景区里的池塘里，那个水都是比较浑浊。有没有做防护措施？穿了一会儿潜水服，但是飞机不在那儿，它照样灌水。确实有点冷，至少
是别看这天气还挺暖和，但是水里面是冰凉的，就是那种生理反应，就是嘴在那儿抖，就是你不想抖都不行。那小朋友特别不容易，小朋友一直在，我不想下水了，好冷啊！开始进，不能下，2，不能。还好这水不是太深，但确实挺脏的。刚刚那个脚没有做防护嘛，那个脚上全是黑泥。刚刚我们还有工作人员的脚都被那个下面那个淤泥跟那种碎石头刮伤了。那天跳莲池，水就到我腰这儿，跳下去以后那个黑泥就往上冒，人全黑了。他先下去的，我觉得这女孩太勇敢了。当时我一下去，我说导演这个不行，导演说你坚持5秒，因为那个是要自尽，我必须要把脸埋下去。把脸一埋下去，我就感觉我突然疯了。完了以后，我下去了，下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我那个脚一下就踩到那个泥里头，那个泥至少得有这么厚。那个水脏到一个极致。我跟三宝起来之后，那池子的水全黑了。河北压呀！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为这个戏贡献了很多。那个时候，哎，真是苦不堪言。就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太不容易了。大家好，我是不用大家好是吧？好，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金玉妍。启祥宫的院子很有特点，它是一出门就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可以坐在地上，你弹弹琴啊，喝酒呀。那场戏有一天皇上就来了，台词特别肉麻。我说的台词是皇上怎么来了？皇上说你在这儿什么扇子扇子啊什么的。我说都说轻罗小扇扑流萤，不知道臣妾能不能扑到你这个流萤呢？然后就特别，皇上也是一个特别能自由发挥的人。然后本来没有那个桥段，皇上自己一下就把我合着抱起来了，感觉自己有点重，把皇上压的老大的喊了一声。那场戏还挺有意思的。这些妃子们都很嫉妒我，怎么老没有皇上侍寝的戏啊？我说皇上就只招幸我呀，跟皇上泡温泉。预备，开始。那个太逗了，就是拍最大尺度的戏了。泡之前我就可紧张了，因为要脱衣服，就穿一个肚兜，我平时连吊带我都不穿的。这部戏它的挑战性很大，但是它很大胆，勇于挑战自己。后面全是空的，唱着昆曲儿，然后走下水。我说皇上要搓澡吗？蒸死我了，那个蒸的脸都红了，好热。我以为会很冷，皇上已经快上不来气儿了，在下面泡的。华哥是很好合作的，我印象很深，是我作为御前宫女之后，然后到他的身边，然后他封我为妃那场戏。就天气又很热，完了手上的行动又很多，要磨墨，然后点心什么的，完了跟皇上又有一些亲密的戏，就是他抱着我坐在他的身上嘛。但导演喊咔的时候，我会很想笑，因为我坐在华哥的身上就坐不稳的，我是一直控着劲儿坐在那儿的，我很怕我太重了，把他压到了。其实皇上没有那么轻松的传宗接代，那是他的工作，那是他的任务。这是在皇宫里，这是皇上最爱吃的老北京鸡肉卷。剧本里面的亲密其实也都是点到为止的。床戏呢，就是拍起来特别的麻烦，皇上龙床在中间，然后爬到皇上身边，然后去侍寝啊什么的。导演的拍摄方法都是点到为止的，其实尺度并没有那么大。我叫陈新香哲，我叫荣子珊，我叫刘泽宇10岁了，11岁，14岁了，5岁。演的是永成、永琪，这个永章的少年阶段，永荣还好，开心，妈。我有
一个永璋，因为小朋友都是分不同阶段的嘛，永璋有好几个。戏里面应该是3岁吧，有一场戏是太监程导给他设计了一个海盗的面罩，剪了2个洞黑的，跟他玩类似那种老鹰捉小鸡，还有燕尾。皇上突然就来了之后，那个太监就跪下有句话说：“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该死。不是。哎，我们所有人都笑到不行。怎么演的这帮人？紧跟着我儿子又来了个钟馗功。弟弟，你看那中间是什么字啊？翠。这次我觉得小孩都特别好，太小了，有时候才4岁啊、3岁啊这些的。额娘不是说儿子不必事事都要听皇阿玛的吗？不错。长得像小马云的这个啊，他们太好玩了。你就是坏人，你害死了皇额娘！闭嘴！你是我女儿。刚才谁说话了？谁说话你就看谁，别的地方不能看，明白了吗？然后他说完是他说，我就看着他。对。给本宫打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贵妃娘娘息怒，皇贵妃娘娘息怒，皇贵妃娘娘息怒，额娘息怒。小马云、小黄子韬，他在旁边老跟那个9公主、什么7公主说话，老是拉人家的手。我说这孩子绝对是直男，妈妈不用担心了。你拿手摸他，没事。快拿口动走！不说。额娘是谁啊？额娘就是周云呢。额娘换个衣服你就不认识额娘了。这些非常靠路。没有，周迅也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些孩子都挺可爱的。先皇驾崩，大场面，好几百人，穿的都是校服，白白的一片，很漂亮。很多的皇子、皇孙，还有以及一些小格格，就有一个小男孩哭得很凶，哭得特别好，你知道吗？然后拍完我就说：“大哥，你在干嘛？你为什么哭啊？这个衣服一穿起来我就有点想哭。”另外一个小女孩更可爱，等她把那个白色的衣服穿上去，哇就开始哭得好伤心，你知道吗？那么伤心呢？衣服太丑，衣服太丑，他哭得那么伤心呢？是个不错的小演员，对吧？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不想妈妈。最让我灵魂出窍的就是小朋友那一巴掌，我变成公公之后，特别落魄的在那走，然后小永吉就在那个拐角处等我，站住，背着他定了一下，其实蛮难受的。跪下。我刚一跪下，其实刚开始那几条他是不敢打的，我说你一定要抡圆了。叭一巴掌上来，我说这才真实。就开机开始，哦，给我打出戏了。然后这孩子就可能自己给自己吓到了，你知道吧？然后他哇就哭了。最后打完之后，我也含着眼泪，然后他在那哭，我就给他抱过来。我说抱过来，我笑着说，我说不哭了啊，不哭。其实挺虐心的一场戏。这些孩子都演过戏的，他们没让我这次操更多的戏。所以挺好弄的，没那么难。金语言是被我打的最多的妃子。我什么都来不及想。我说我会来真的。不会这么对我的皇上。结果皇上冲过来，一个大巴掌把我扇倒在地，我真的懵了有几秒钟。如今又被皇后娘娘酸。其实说实话，并没有那么疼。打巴掌，还有踢他、踹他。发脾气的戏演得好好呀，一下子就很有皇上的那种尊严。你这个贱人，你这个贱人！皇上打人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方法，只不过是比你预想会突然一点。没有任何怨言，他很敬业，我很佩服他。包括打周迅，因为是好朋友，我也不好意思打他，但是没办法，我们要工作。我说我会来真的，他说好，你来吧，就来吧。迅姐也说，这个东西你要给对手刺激，要是真的打，他才能够真实的反应嘛。最痛苦的就是用鞭子抽他。举起那鞭子我都不知道怎么弄，而且我第一条我就打到他的眼睛，那
一下泪水就崩出来了，我吓死了。是打着的，但就是那个没事儿。对，我希望迅姐的粉丝不要怪我，因为我也是她的粉丝。33场1胜1次。其实我觉得魏延婉能走到今天，完全是被金玉妍给折磨的。水都泼到身上了。没有的。洗脚的戏其实还好，端烛台呀什么的会比较难受一点。高点。我是真的是当时哭的受不住，是因为我真的相信我被人欺负了，我真的端不住了。我觉得程导给了我很大的机会，就是当我端不住的时候，我在抖，我在哭，他就是不喊停，就是不喊卡。真的当时心里很难受，我会对金玉妍的怨恨会非常非常深。阿若在戏里呢，就是受的皮肉之苦真的太多了，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对身体和这种体力的考验，我觉得不是考验。衣服好重啊！开始。很微妙的一些情绪啊，比较大激情、撕心裂肺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演完我特别的心累。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场戏，我几乎是要把我屋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砸掉。而且那些东西都砸掉，没有第二遍来的机会，就只能第一遍，特别的无助的那种。我觉得啊，就是所有的情绪都在往外泄。被人作践。我是把孩子抱过来，特别对这一段很难受的，因为一想到那个孩子，就是一睁眼他就不见了。然后我睁眼是以为能看到孩子，我很开心。问大家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见了？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敢回答。他们都来自成全不了这件自己的孩子。其实那个镜头没有带到迅姐，但迅姐就一直在那儿哭。那郎华跟如懿就来了，告诉我，玫瑰人，你要节哀啊，孩子生下来就没了。怎么可能就这么快？你连让我看一眼的机会都不给我，对不对？然后就崩溃了。在这种欢愉的状态下搞创作，打怪升级了，我更强大了。简单的快乐对我来讲比较没有烦恼，我觉得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感谢给我这一个机会，感谢对我的信任，挺感恩的吧，能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剧组当中。我觉得我在这部剧中，我自身的成长非常的大。哪怕经历一些风雨，最终一定能够修成正果。凡是没尝试过的，都应该去尝试。结局或许重要，或许不重要，要有一个精彩的过程。有甜蜜，有意见分歧，有欢笑，有泪水。其实挺享受在这个里面的。华哥。